Hello，朋友们，第一次跟大家这样见面，还是多少有一点尴尬。我去年11月份不是去了一趟徐州嘛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因为懒，所以视频一直没有剪出来，趁不加班，所以把视频整理一下，发现可能拍的有一点没头没尾。没错，所以是为了防止零针起手，才有了这个片头。那么我们下面正片开始喽。第一站直奔富国街。路两边密密麻麻全都是小吃，火一点的小吃基本上都在排队，所以我们就分头行动。我选的是炸牛排，然后就随便选了一家排队相对适中的，看上去和鸡排好像差不多。有一说一，确实是好吃，来了一定要尝一尝。朋友排的臭家臭，这个就还可以。老郑烤肉金真的强推，非常的好吃。回来还在他们的淘宝店上买了一些回来微波炉加热，然后打包了酱鸭去隔壁的米线店吃。酱油一般，馅好吃。火锅真的太香了，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。云宫凉茶好喝，这个山楂味的，但叫什么我给忘了。富国街紧挨着醒狮小区，吃饱就开逛。超级大一只阿拉斯加，坐就过来了。昌鱼夫妇的玩具屋，它店不大，然后里面东西塞得很满，人也非常的多，很多人在里面拍照打卡，就是我们挨人先撤了。又一个打卡地点，溜达。然后进入一家叫惠宇东东的咖啡店，咖啡的名字都起得非常的艺术，然后做出来也非常的艺术。我们打车就到了乾陵行宫，不用门票，不用预约，但是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看的点。旁边就是徐州博物馆，建议提前预约好，这样子可以一起看掉，不用像我们一样因为没有预约到，第二天重新来了一趟。乾隆行宫对面就是云龙山，出门直接开始爬山。是11月份，就是什么颜色的树叶都有。看山腰这个泉水，这里绑了很多丝带，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要不我爬了半天，原来才90米。爬山的人还是很多的，小朋友也特别多。终于到山顶了，俯瞰整个徐州城，然后这一边就是云龙湖。下山本来打算坐索道看夕阳的，但是阴天加排队1个小时，我的放弃。然后就是沿着云龙湖边散步啊，这个叶子真的太漂亮了。接下来是热门景点水山步道，哇，这个人真的是多到发指。然后晚饭去了老家地锅鸡，这个排队的小马扎。地锅鸡好吃，酸鲍鱼好吃，然后那个馓子，一般。完之后呢，就返回市区逛文庙，江北第1楼。想拍那个徐州，但是角度真的不好，拍了一半。夜市真的太热闹了，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，简单打了个卡就撤了。然后准备吃徐州烧烤的，但是3只羊和贾青烧烤都已经排不上号了。路边就近找了一家2姐烧烤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是开在地下的，然后人也不是特别多，看上去好像还好，但是味道真的一般。没有吃到好吃的徐州烧烤，真的有遗憾。第二天退房，我们把行李寄存到了地铁站的客服中心。我们已经起得比较早，专门赶来吃这个马氏街傻汤了，但是真的完全排不上号，然后就去吃了一汤一粥。天下第一羹，物价是真的便宜啊。这边也点了傻汤，然后拍到了整个的制作流程。非常的鲜，浙江没有这种味道的早餐。这个包子的皮多薄，馅有多足，煎饺也好吃。吃完早餐，出门就是戏马台。在戏马台的最高处，可以俯瞰整个户部山的这种老民居，特别有味道。看这个柿子树结果结得多好看！中国人对于柿子树的喜欢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回龙窝好像就是每个城市都会有那种仿古的商业街区。
稍微的逛了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咖啡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毕竟逛了一上午。红鲤鱼和白鲤鱼和金鲤鱼，没有说瓢嘴哦。在关于吃的午饭，点了干煸黑鱼和香菜根炒肉丝，没有卖相这么好看，然后它排队还要排挺久的，没有昨天那个一哥鸡好吃。这个博物馆只约到了今天，没办法，只能走一遍。回头金鲤鱼一看，魏征一看了，发现一个小小的、孤零零的、长得有点可怜的小家伙。你看他还揣着小手。家禽家畜大合集来了，猪狗鸡鸭大大小小全都有。楼上这个窗口看出去，刚好可以看到龙龙山，像不像一幅油画？接下来就是徐州的最后一站枫楚街，也是一条美食街，然后它到处都在排长队。因为我们中饭吃了没有多久，实在也吃不下太多东西了。点了一杯缤纷解腻，然后我已经忘记掉是什么味道了，可能就是一般吧。徐州真的是好吃又好逛的一个地方。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吃到一顿好吃的徐州烧烤，那只有下次再去喽。攻略给大家放在视频的最后了，有需要的可以自己保存。朋友们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